我这有一块价值100万的银元。哦，由于我现在急有钱，还还贷款，你帮我看看值不值30万？值不值30万？我看你这个是广东72翻版洋币，你再是急用钱，也不至于说一下子降那么多价吧？这好歹你这也是一个洋币啊！我才不管它什么洋币呢，还有什么币我现在就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给处理掉。我从来不玩银元。你不玩银元，手里边竟然有一块少见的洋币。我简单的看了一下，你这个72翻版啊，状态还不错了。你看呢，无论是它的褒奖还是它龙鳞，可以说他说第二，同级别洋币里边没有人敢认第一了。这么棒的银元，你把它当烫手的山芋处理，看来你这有难言之隐啊。唉，实不相瞒我这块银元是我一个好哥们儿的。这是他多年前花高价从老厂家手里买的，一直把它当做心爱种。听你描述的这么生动，那哥们儿这收藏水平还是远远不挂机啊！我见过别人高价从老厂家手里边买过好货了，无论是投资还是纯粹的玩，先不说币种怎么样，可以肯定了，他们玩的都是真货，而非仿品之类的。你说的什么我不懂。我这朋友可是非常有实力啊。有实力。去年从我这里拿出20万，承诺每年给我10万好处费。借20万，一年能给10万的好处费，这光利息这一项都达到50%了。光听这么高的利息，这用脚趾头想想也不太真实啊。这现实生活当中，你说哪有真挣钱的行业？你借那么多钱给他，你就不怕他连20万的本金给你一牙吃了吗？我这有啥好怕的？据我所知他这100万买的这块银元还一直在我这里放着呢。买转账记录我都看了。转账记录可以伪造，你想想现在啥都可以伪造，一个转账记录说不了啥问题，怪不得你上来就说100万的洋币，这张口就问值不值30万，看来你这也是事出有因啊。还约定好了1年时间，如果1年本金加利息给不了我的话，我有权变卖他的银元。我们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。协议写的再清楚，你这千算万算，万万想不到问题会有很多。本来这个72翻版洋币压你这里边，给你吃个定心丸，而偏偏又遇上了你对银元又不懂。人家经常说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万一假币你可完了。像这种72翻版洋币存世量极少，你放平时几十万都不敢想。它这个版是洋币，据可知入盒的也就是以个位数为单位，而你这个品相又这么棒，褒奖应该是酱菜的，而笔面你看相当于是未流动的品相，可以通过龙鳞你可以看出来。像这种品相状态，少说带个200-300万也是值的。只可惜你这个是裸币。样币有了特征，你这都不具备。样币是模具才做出来的，铸造出来的压力应该是非常明显，而你这个字体看上去非常软。看一下边齿，看它这边齿也不行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这个银元就是一块真银假币。真银假币？那这个能不能值30万？因为我确实急用钱，还贷款的。我借我哥们儿20万，全是贷款贷的。你之所以贷款借给你哥们儿，完全是因为你被高利息蒙蔽了理智，这是典型的为了高利息去借钱，却不知道真银假币它只值一个银价200块钱，这一下子200也解不了你20万的大渴。那不可能。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贵的银元呢？你这估计100-200块钱，他不能闹着玩的。我这不跟你开玩笑。这毕竟你这也是事关你20万的事。虽然说这个72翻版洋币我没见过实物，但是银元的真假还是能清楚的分辨出来了。你这个银元确实一眼假，我也不耽误你宝贝的时间了，抓紧时间找人确定真假，抓紧时间去找那哥们儿要账，因为贷款这个钱和利息你少一分，估计别人都给你不愿意。是嘞，那冲，你说的对。那我再找别人看看。对，赶紧找人去看看。没事。我这个大学同学一结婚都开始给我挖心眼子。咋来？昨天我结婚，你看他这红包里面给我装的是个啥？看看这个。装的这是一块大老黑的北洋龙，这个笔面包浆漂亮，而且还是一块短尾龙。这个银元不是挺好了吗？那同学咋给你玩心眼了？你没看出来吗？这银元黑不溜秋的，我看着有点难受。这不会是从茅坑什么地方拿出来的吧？你多想了，这黑不溜秋的是它的包浆。一般像这种大老黑包浆是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形成的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种大老黑包浆在银元里边是数1数2的顶级包浆，
非常难得。你说的这些我也不懂，我就给你强调一点儿。现在礼尚往来都向前看。对，我们00后现在礼尚往来都是800、1000嘞。你们礼尚往来封的红包确实挺大了呀。一般像咱们当地人结婚啊，随个份子都是200左右，稍微关系好一点的300、500的也有，基本上都是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去随了吧。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，就这一块破姻缘，都是对我极大的敷衍。我给他封1000块钱的红包，他回我这个不合适吧？一般结婚送姻缘，其实它的寓意挺好的呀。姻缘谐音姻缘，姻缘，希望你们的婚姻美满。只不过这个姻缘啊，平时啊代价有点高，通常都是父母啊才舍得给孩子当陪嫁之用。恁同学能送给你这个，足以说明你们关系啊应该是非常不错。就是因为关系不错，所以我才这样生气。我感觉送这个姻缘还不如直接送钱合适嘞。毕竟俺老公说值不了500，听了我心里面可烦。给你吃个定心丸吧。你即使现在随便拿出来一块姻缘啊，500块钱你去市场上也买不来，更何况你这是一块北洋龙，只能说明你老公不懂。像这块包浆这么漂亮，实物又那么好，说实话，这最低也都是好几千块钱的东西啊。你说话可得靠谱啊，可不能因为我啥都不懂，你在这乱说。说着又不负1分钱的责任，价格你就报具体点，确定的话我都给你留下。你完全放心，咱不能因为你不懂就在这里胡说。你不懂我可以给你讲一讲，没关系。这个是34年的北洋龙，是北洋龙里边最常见的一个年份。斑鳖是一块短尾，具体可以看它这个尾巴。短尾啊，在34年北洋龙里边啊，也算是一个斑而已。它这个发行量是长尾的1/20，也就是说，20块北洋龙里边至少有1块短尾。说实话，你这个短尾状态不错，壁面可以说是全身打，几乎没有什么磨损。通过这个龙鳞就可以看出来。最重要啊是它这个包浆不错，你看全身大老黑包浆，包浆啊可以说是一块姻缘的一个门面，起着关键性的价格作用，为姻缘的价值增分。而且啊，你这个还是一个涂金版，字面前字这里你看少一横，整体状态不错。目前给你估价的话，8000到1万左右吧。就这一块小小东西，至少能给我8000。对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我去农村可以收很多，那不是赚翻了吗？也不一定稳赚。现在农村啊，确实有很多这个姻缘，同样是北洋龙，但是版和品相区别巨大，其中的价格差异也很大。农村现在大多啊都是那种普通的姻缘，有很多人啊都把他们当宝，卖不卖还不一定，你也不一定能收得来。那没想到这里面还有那么多区别，那还是算了吧。更没想到这姻缘能值那么多钱，那还是不卖了吧，我留着当纪念。对，这种好品相的姻缘啊，一般在生活当中太少见了，确实可以当礼物啊留作纪念。如果你不缺钱啊，完全可以当这个传家宝放下去。你这个大学同学为人不错，这个送你一块这个短尾涂金，足够表示他的诚意了。恁俩好好的处吧。让你见笑了啊！谢谢你的鉴定。不客气不客气。没见过那么小气的人，做衣柜省了都不装把手，抠门都抠到家了。你看，这是他给俺孩子送的见面礼，这是啥呀？哎呀，你说话真逗啊！这衣柜不装把手，只能抠门，这形容一个人啊比较抠门。你这个姻缘好歹也是一块龙样，已经评级入盒，而且还有分 XF45 分，还是一块29年的北洋龙，全龙鳞，味道不错。你这是遇到啥情况了？还不是太子他奶奶，太抠门了。我结婚都没有找他家要1分彩礼。你不要彩礼，说明你懂事啊。这他家娶个媳妇儿，看比别人省多少钱了。这孩子过白天，你作为婆婆不应该好好表现吗？对啊，当奶奶的给孙子见面礼，多少肯定是要表现的。人家当奶奶的都是给1800的，结果他就给孩子封了个200块钱的红包。200块钱的话，那确实是不多。现在随便朋友之间礼尚往来，最少也得200块钱的份子钱了吧？你说的对啊，他儿子都看不下去了，当着很多亲朋好友的面数落了他一顿。没想到他进屋里面，拿出来一块这样破的姻缘，说这是专门给俺孙子准备的。原来这个姻缘是小孩他奶奶送的。妥妥的一个大红包啊！你别出他的相了。如果姻缘值钱，以他的个性，早就敲锣打鼓，高调宣传了。
其实恁婆婆这个人啊，确实挺抠门的，给自己的亲孙子竟然只掏200块钱。要不是恁老公出马吧，这个银元估计她也不会拿出来。这是她在亲朋好友面前不好意思了，被恁老公讲了一句。说句公道话，你这个29年的北洋龙不错，你感觉它能值多少钱？以我婆婆的个性，她手里面根本都没有值钱的东西。俺爸妈说了，银子都很便宜。这银元在过去都是加工银子了。哦，你爸妈说的很对，银子确实是便宜，这个过去银元确实不值钱，大部分都加工那个银首饰了。他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现在银元都是无机文物了，像有一些存世量少了，品相好了，都卖出了很好的这个价格。你看你这一块都已经平你入盒了，拖了几千块钱啊！就这一点银子它能值几千吗？对呀、说的像天方夜谭一样，他凭啥别人会出几千块钱？哎，就凭银元数量比较少，你可以把这一疙瘩银子忽略掉，因为银子现在它不贵，很便宜，你要多少有多少。但是银元他们在过去啊，就固定发行了那么多。北洋龙常见的是34年最多，而你这个是29年，从年份上来说啊，略低于34年的北洋，已经评级入盒，给的是 XF45分。你想卖多少钱，重点得看它的状态。所有的这个龙呀，重点都是看它的龙鳞，龙鳞保存的越完整，它的价格也就越高。而你这个龙鳞可以说是全龙鳞，字口的话也算是全身打。它的高点啊，就是中间的这个满纹，哎，珠圈也比较完整，哎，包浆看着也特别舒服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而言，我给你估到4000块钱是完全没啥问题啊。如果真值4000块钱的话，那我婆婆确实脱了一层皮。那是，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铁公鸡。我说出来，她给孙子4000块钱，估计都没有一个人相信。那确实是这样，一个人的性格啊是很难改变的。恁婆婆已经名声在外了，估计是没人相信她会那么大方出手。这是她的名声的一个败笔吧。但是作为经常在一起要生活几十年的婆媳啊，你们的这个关系啊，你还得多多包容自己的婆婆。毕竟人无完人，说不定啊，通过这件事，恁婆婆会有所改变。对不对？希望吧，希望他会有所改变。不管他了，值个几千块钱，我还是拿回去给孩子放着吧。对，不缺钱，对，直接可以给孩子寄予当传家宝啊。然后理解万岁吧，哎，多体谅体谅恁婆婆，原谅她吧，年龄大了没办法。好，谢谢你鉴定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老板，我是收破烂的，在农村收了几百块银元，我也不知道真假，随便拿了几块，你帮我看看。300多块的话，那还真得有100-200块，这数量还真不少嘞。你也拿过来，我也看看。哦，将近20斤，不到20斤的样子，我就按20斤给收过来了。哎呀，你这按斤收，说实话，这可是捡大漏啊！这银子才几块钱一克，这银元的收藏价值要可比银子贵多了。这多少钱一斤收的？当时5块钱一斤收过来的，一斤2500。哦，5块钱一克是吧？哦，你这说实话，现在在农村啊，这一般就我们个人家里能拿出来几百块银元的，这少之又少。你这银元如果说都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恭喜你，银元是一眼开门。哎，首先真假是没问题，我看你这品相还都不错，龙阳拿出来4块，大头、传阳，还有一块阴阳。哎呀，你这捡大漏了。你这说实话，你卖给你这银元，他应该是不懂，啥都不懂，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便宜卖给你。我跟你说呀，他都是之前，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。文化大革命破四旧，他都不敢出手。那是之前破四旧的时候，就像这些银元都得上交给国家。他现在还在害怕，不敢出手。哦，那是当时，他问我银子多少钱一克，我说5块。哦，他拿出来之后啊，我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也不少，也挺好的。当时5块钱一克，一块也就100多块钱了。我本来想给他200块钱一块收过来啊。他说银子多钱一克，我就心里有底了，我就直接给他报5元一克。哦，我当时也带了火，直接给他融了。就是大致的辨别一下。我明白了，等于说是你也认识银子，说白了你是捡个大漏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说啊你那300块银元全部是袁大头的话，最少能卖30万，因为像这种袁大头，你看现在通货上面无商无戳的。都能收到1000了，你300块那不就30万了吗？你净赚25万。最重要的啊，你可看仔细了，到底是
真的假的？值不值那么多？这银元是真假是没啥问题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带龙的。你不是300块吗？你看你拿出来8块，它就有一半这种带龙的，就像这种北洋龙，一般都能卖个3000左右。你看你这个北洋龙，一般都看它的龙鳞，你看你这个满龙鳞，而且是全字口，无伤无戳，就像这样的，我们一般都是3000。那我希望我家里剩下来都是带龙的，都是带龙的。这个说实话，卖给你这个2个老先生啊，他应该是不懂，不然的话他不会那么便宜卖给你。都70、80岁了，他儿子现在都不在家。哦，孩子不在家，那是如果说现在年轻人稍微年轻一点的话，他不可能这么便宜卖给你。就像这种啊，这种银元是最便宜的，这个是阴阳，这是国外的阴阳，之前是属于贸易银元，在我们国内呢玩家比较少。你看，基本上阴阳10个阴阳9个戳，上面都带戳，啊，品相特别不好。这种是最便宜的，你回去可以扒一扒，啊，然后这种是回收价是300左右。你回去找一找这种大头，看看有没有8年的。如果说有8年的话，那一块和这个龙阳的价位是相当的。300块银元的话，我给你初步估算一下，龙阳最少得有1/3，应该有100块，应该是没啥问题的。我想会有的，几百块里面肯定会有。啊，我还希望它。全是龙阳，全是龙阳啊！那你就赚大了。对呀。这咋弄？这几块你是带回去还是咋弄？我这几块，我为了辨别真假，我想卖给你，你给我估个价。哦，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是真的是吧？有点不信啊，那我就给你大概初步算一下啊，3000、34、12000、15000，哎，15300。好的，那你说这个价也出乎我的意料了。出乎意料，那你回去归置一下类，整理一下。或者是我直接上你家去，行不行？可以。你要是想出的话，下次我都给你带过来。都带过来，那是300多块，确实也不轻。那行，那我就给你留下，给你算一下，好吧？好的，谢谢你老板，我相信你是个实在人。不用客气啊。昨天我跟俺兄弟吵架了，压抑了很久。咋了？别人总说我没钱。哦。我今天把我的银元拿出来，让他们见识我的富有。哇塞，老哥，你这3块银元如果是真的，这可了不得啊！就里面这个最次的云南老龙，这 AU55分，这都是10来万的东西。这剩下嘞，这都是 SP 的样币。就单说这个漳州人的陆海空大元帅吧 ，SP 60分，这得上2000万级别了。兄弟，还是你比较师傅。我做人向来非常低调，从来不向别人炫我有多少钱。这你知道我的实力了吧？哎呀，做人低调就对了。有时候啊，祸从口出也不是啥好事。老哥，咱们言归正传啊，你这3块银元这是搁哪来的呀？兄弟，不瞒你说，这是我3年前做的一次正确的投资。3000块钱买3块。没想到，发财会来的那么容易。老哥，你不要太激动，3年前你花3000块钱买的都对了。无论我们投资什么，以现在的这个回报率都不是太高。3000这转手能卖几千万，这可是上万倍的回报。就从这个回报率，你感觉会是真的吗？我认为只要投资对，你如变活人，都有可能。那是。我的要求也不高啊，别什么几千万了啊。这3块钱你就给我600万就行了。我这人做人不贪心，剩下的具体有多少利润那都是你的。哎呀，我最佩服的老哥就是你这心态。一般几千万的银元能一下子让利一大半的利润，你这是在咱全国，在全世界都是挑着灯笼难找的。但是我跟你说一句掏心窝的话，你这3块银元都不对，全是假货假币。是假的？对，绝对不可能。它上面有2维码我用手机扫就扫出来了。跟盒里的银元长得一模一样，不可能是假的。那我就给你来说一说这个2维码的事儿。它这种2维码是成批量做出来的，用2维码做出来一个网页，以现在的技术也不是啥难事，成本很低，所以不是有2维码一扫出来它就是真的。你要怎样去对官网呢？一般要输入这一行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一行这8位数字，去 PCGS 的官网来查看一下详情。我现场来给你输入一下80286478。来，老哥，你自己看一下。80286478，这是一块熊猫银币，这叫挂羊头啊，卖狗肉，所以典型的这个假货假币。那不对啊，我看这银元都带着包浆，这不是一眼开门吗？哎呀，不可能是假的啊。
说句实话，老哥，你这些音源，这搁着盒子看，这都不是一眼开门的东西。就拿你这个陆海空、大元山来、张作霖来说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大神音源。为什么盒子上标 SP？ 意思就是样币，样币就没有发行过，也没有流通过，意思就是非常少。包浆啊、价值啊，咱都抛开不说。你觉得你1000块钱能买着这种稀世珍宝吗？有可能卖给我的人他不懂行嘛。有可能也做1000块钱捡个漏呢，反正都有可能啊。老哥，你别动不动都有可能，你得把有可能这仨字去掉。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卖给你的人不懂行？现在问题是你不懂行，花3000块钱买这些假盒假币，给你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像这种假盒假币的成本，一个也都几十块钱。那你这样说，我这600万没希望了。那是。我还是不太相信你说的话。好不容易捡个漏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老哥，你这不叫捡漏，你这叫上当。再说捡漏也不是这样捡的，你花3000块钱买几千万的银元，这不叫捡漏，这叫异想天开。你别说600万没希望，你这3000块钱赔的也是稀里糊涂。我也不相信你啊！你别忽悠我了，你先捡我的漏了呗。你想啥嘞？这样的银元我也不感冒，我也不玩这种银元，捡漏更是提不上。给，你先放进来吧。俺媳妇把我给赶出来了，幸亏我现在还留一块银元。你赶紧给我看能值多少钱？夫妻俩吵架，床头吵，床尾和。男子汉能屈能伸，认个错就行了，完全没必要卖这个银元。我说我看这次够悬。俺结婚5年了，我太了解俺媳妇了。我感觉啊，我这一次至少在外边得流浪1个月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这吵一架没必要把你撵出来1个月啊。我太了解他了。这一次他比较生气。1个月能不能回去我还不知道了。你看我这块银元到底能不能卖2000块钱？能不能卖2000？看来这个银元不是你的呀。这不是我的，这是啥吧？俺朋友看我可怜，知道我的遭遇以后，专门借给我的。那这个朋友没跟你说这能值多少钱吗？没有。你这是一块平地入河的大清玄山。平地啊，你看虽然说没给分，XF92意思就是流通过，它这个尾巴不出云，是前板，整体字口比较清晰，状态不错。拿这个当1个月的生活费，这是绰绰有余。但是重点你还得回去啊，做恁媳妇儿的工作，有错则改，无错免之，不能拿别人的救济在外流浪啊。这我也想回去，关键是俺媳妇不让我回去。俺结婚5年了，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。每个月挣几千块钱的工资，他只给我200块钱零花钱。200块钱确实不够吃2顿饭嘞。如果没有这个酒肉朋友，200块钱装兜里够零花。关键是又抽烟，我爱喝酒，每次吃完喝酒总不能光让人家请我吧？对啊，都是让别人请，那你就变成混吃混喝的了。这时间一长，别人都不愿意跟你玩了。是啊，所以这个月我就偷偷给俺朋友借2000块钱。给朋友借2000块钱？对，结果被俺媳妇发现了。这就相当于你10个月的零花钱了。对啊，所以说这才把我赶出来。你说我这是向谁说的语的？那媳妇儿肯定生气。如果你要是和这个酒友啊吃喝喝，这就相当于触犯了恁媳妇儿定了家规了，你得勇于承认错误。前面的错误你没改，你这又给恁朋友借一块这个大清玄山出来，你这不是错上加错吗？你这话这咋说来的？不就是一块银元吗？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。你这不要看热闹的不嫌事大。是一块银元不假，你忘了恁媳妇儿为什么把你撵出来了？不就是因为嫌你花钱吗？平时无用的社交啊，能不去就不去，随了恁媳妇儿的愿。再说你这个银元啊，它可不是普通的银元啊，大清玄山属于龙阳3000个之一，是目前收藏界最热门的银元。皮壳虽然说没给分，但是壁面状态确实是不错，整体啊属于全身打。大清看花枝，你这个花枝没有丝毫磨损，龙鳞全都在，尾巴没有出云，属于前半龙。前半龙啊是大清玄山里边发行量最少的一个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你是对银元不懂，像你说的卖2000块钱那都是不可能的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，少说卖个8、9千完全没啥问题啊。8、9千一个？对呀。这幸亏是遇见了你啊！咋了？我刚才去首饰店，他们就给我2000块钱，我差点就卖了。嘿嘿，你主要是对这些东西不懂。卖银元，你去首饰店肯定是去错了地方。
这幸亏是没有卖，不然2000块钱你卖掉的话，你再花8、9千买回来，你这里里外外，你这赔朋友很多钱。像你这种情况，原本都是不富裕的家庭，又来了一次雪上加霜，你算一下账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嘞，老板，请你细话，受50年书。太客气了，老哥，你说的完全在理。我这得赶紧给朋友还回去。你太谦虚了。我跟你说，把银元给恁朋友还回去，给恁媳妇儿道个歉，认个错。无用的社交以后不要再去了。对不对？媳妇儿原谅你，不是皆大欢喜吗？中了吧？谢谢老板不客气不客气。好。今天相亲遇到一个奇葩女，第一次见面竟然送我2银元，好事啊！送这个还不如送给我2红包嘞。相亲见面，女方送男方2银元，这还真是一件奇葩事。来，我看看是啥的银元。我也不知道这个能值多少钱。总感觉俺俩不合适，因为俺家庭条件不好，想找一个工作比较稳定的。相亲见面感觉不合适啊，改天有时间可以把银元还给人家。你这2块银元都已经平进入盒了，里边有一块少见的8年，你看这壁面非常干净。另外一块这是23年的传样，也就是通货状态吧。这2块加在一起几千块钱了，比红包要重很多呀。就这2银元能卖几千块？对呀，那应该是我小看他们了。我还以为不值钱呢。这是纪念品，那家伙的，能卖钱真是超出我的想象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今天见面聊的很尴尬。因为他是中专的学历。上来都问我是不是博士后。你想想，一个中专生竟然想找个博士后。这说明人家这个要求高。第一次相亲见面能送你2银元啊，这说明他家的条件也不会差了。应该是条件比较好。我看他坐车来的。好像那个司机一直在等他。幸亏我长得比较帅虽然不是博士后，但好歹也是985毕业的高材生。3观，我们聊不到一块儿。我正准备拒绝他，没想到临走的时候，送给我2银元。这个年轻人找对象，3观、性格、爱好一定得谈得来，毕竟谈对象都是奔着结婚去的。结婚未来可是要在一起生活几十年了，不能因为这2块银元你去迁就他。你说的对。我感觉他的性格比较霸道，有点不适合我。但是他家庭条件又比较好。我现在有点纠结。你们俩毕竟第一次相亲见面，性格的话往后慢慢可以去了解。一般这个银元都有一定代表寓意，银元吸引姻缘，女方送这个表示对你满意，大有定情信物的意思，真假完全没问题。你现在可以拿回去了。别我今天拿都拿过来了，你具体给我定个价。我现在正急用钱呢，我想把它卖了。看来你这经济条件确实有点差，这相亲对象才送你的东西，你这还没暖热就想把它们卖了，我总感觉不合适。价位的话，这8年大头是最贵的。我想跟你说一下它的板，这个是典型的空心眼，因为8年板比较多，空心眼是8年里边最常见的一个板。好就好在你这个质口，你看全身大，包浆味道也不错，属于全是薄包浆。XF45在这放上来，大概也就4000块钱左右吧。一个都4000了吗？对，那加上另外一个不都8000了吗？这价位我能接受。你先别激动，别激动，这账不是这样算的。另一块是23年的传样，这个就比较便宜了。23年传样和这个普通的袁大头价位一样，你这个是 XF45分，也算是一块通货状态吧，也没什么板。如果有板的话，这盒子上就标注了，大概价格在1200左右。这价位差的有太多了吧？对。你可不要因为我不懂你能忽悠我呀。没有，因为这2块银元辨识度比较高，这个价位在银元里边非常透明。具体价位你可以咨询一下你这个相亲对象，他送给你呢，他绝对懂这个价格。第一次相亲见面，我打电话问他价位，这不太合适。那吧，还是给你吧。给你。变现可以。作为过来人，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：相亲见面了解一个人，可不能因为他家条件好，对吧？性格、3观、爱好，这都可要了解清楚。万一以后结婚了，再闹矛盾，说实话就划不来了。还有你变现之后，以后你就买不来这一模一样的了，你得考虑清楚。没事。我跟你说，我的择偶标准非常清晰。都卖给你吧。
嗯，过幸福的生活。那好，那我给你留3天，如果有变动了，到时候你可以提前告诉我，行不行？不用留。好嘞。小伙子啊，看看我的银元能卖多少钱啊？我买了一套，那个20房旧毛病啊，想换了再换个小别墅。咦，卖银元换别墅，我这没听错吧？哎呀，你这几块银元这都是冤大头啊！而且这个这都是带来重褒奖，你靠这个买房子，这都是杯水车薪啊！专家说了，这我这独一无二的啊，就那个一个管顶40万。哦，5个都是200万是吧200万，我想换别墅的，你咋弄呢？告诉你值200万的人啊，大姨，这都是忽悠你兜里边钱嘞。碰到这样的专家，你得可小心了。这么跟你说吧。这些冤大头都是民国那时候的流通货币，它基本上都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人民币，独一无二，说的就是它的褒奖。你看笔面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冤大头太常见了，存世量很大。你没有吃到葡萄，你嫌葡萄酸，你给我少了我也不卖，换不上我不卖，我还放着。专家都说顶40万，你给我弄的。换不上。我买了一套那个20房，看他哪有毛病，那都是私人盖的。我想换了，住了10几年了，也跟不上，我想换。我说几个银元，我想买200万。那个我想再添点加个别墅。有一句话怎么说？想象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大姨，你这想的和现实中差距太大。就说你买了那个2手房嘛，你说实话，买2手房比现在买那种期房要划算多了。你看现在有很多期房都烂尾了，还有就像你说的这个楼啊，是小公司开发的，这个物业有时候跟不上，这都不是啥大问题。关键是现在一套别墅不便宜啊，你要是想靠这几块银元去换别墅，你想的怪美，这5块银元它值不了200万啊。我平时看你说话怪靠谱，我再找你。人家专家都说管值40万，你说180万多了。5个想卖180万。大姨，这账不是这样算的。无论是谁的银元啊，我都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细的。冤大头啊，总共发行了4个年份，3、8、9、10。最贵的是8年，你这里边没有8年。3、9、10 3个年份是应有尽有。刚才我也给你研究半天了，你看你这笔面啊，首先都不带板，好在这个笔面是无伤、无戳、无磕，唯一美中不足啊，就是你这个包浆厚了点。其实包浆重一点也没啥，最起码无论你懂行不懂行，对不对？你看着它都是一眼开门的。像这种包浆啊，我给你拿5000块钱，你让我做旧啊，我都做不出来。包浆厚也是优点，有时候啊也是缺点。你要碰到那些挑剔的人啊，大多啊还是喜欢那种稍微干净一点的。所以你这5块冤大头啊比较常见，又不带板，笔面你看它的包浆又厚，市场价大概在1000一块，5块的话也就5000的市场价。那个我给你5000块钱，你就买这跟我这个一样的。我给你1万，你就买5个这个一样的。大爷，你别说给我1万，你都是给我10万。说实话，我也买不来和你这5个一模一样的冤大头，因为全部发行过的冤大头，它只有这个年份一样，知道吧？包浆从来都没有一模一样的。你要是光是要年份，不看包浆，我能给你买来。我说的都一模一样的，我说你还跟我抬杠，我说这5个银元顶200万，你还跟我抬杠。哎呀，大姨，你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就不跟你抬杠了。说实话，你给我200万，我也给你买不来这一模一样的。你别说了，给我170万，你拿着吧。多少让我赚点是吧？哎呀，我说实话，大姨，你得看得起我了，我手里边也没那么多钱买。我建议啊，你再找别人看看，给这银元还是你的啊。我还放着。对，还放着，我放着比你给我的多了。好，希望你梦想成真。我这很快就有媳妇了，你帮我看看这块银元值不值5000？我准备给俺对象买一个手机。卖银元买手机，来我看看是啥样的银元。哇塞，还是一块带光的大型旋闪啊！值不了5000，你给我便宜点也行。俺对象还在手机店等着我呢，你仔细看吧。这我都不用仔细看，你这个大型旋闪远远不值5000啊 ！MS 61的高分，这状态确实不错。笔面带转光，
他这个尾巴你看都已经出晕了，这是典型的申办龙。贱卖这么好的银元去帮咱对象买手机，这也太亏了。这东西不是你的吧？这是我拿给俺发小了。哦，现在啊，谈个对象真不容易。那确实不容易。我跟俺对象谈了3年了。我为我对象花了10几万了。哇，花那也。上次就是因为没给他买手机，他直接把我拉黑了。哦，我发小也知道我这几年的积蓄都花我对象上了。他不知道也没关系啊。以后啊，我结婚了是吧？再补偿给他。原来这个银元拿那发小了，贱卖的目的就是给自己的对象买个手机，你这种行为不行啊！发小不知道你拿出来，你这都相当于窃。还有后续像你说补偿的话，你这会亏很多啊！你知道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不知道？他就值个7000、8000也无所谓啊。7000、8000。我对象买手机现在是最主要的，不然我们就要分手了。我发小是知道我的情况的，所以你赶紧给我变严。兄弟啊！谈恋爱是要看缘分的，像你说的，谈了3年，为恁对象花了10几万，上个月就因为一个手机说拉黑都把你拉黑了，足以可见你们的感情很脆弱啊！这动不动都拿钱来威胁你，你这样为他付出不值得了呀！他说买这个手机就准备考虑和我结婚了。我前面为他花了那么多钱，就等着趁他开心跟着我去领证了。哎呀，好了兄弟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你这现在面临2个问题，既然你今天来找到我了，我就提醒你一下啊。首先，以金钱建立的感情不稳定，然后重点是这个银元的价值的问题。像你说的几千块钱，这一听啊，你都是局外人，大清宣三，就单看你这个 MS61的分值，这最低得是5位数的了。5位数？对呀。难道这块银元价值上万了吗？何止上万？平时我们普通买一块大清也得大几千了，而你这个是未流通的状态，不然啊，它也不会达到 MS61的级别。这最主要的是你这个大清背面带光，一般像这种带底光的呀，平时它这个存世量非常少。你不懂银元，好币种再有一个好状态，那就是可遇不可求了。物以稀为贵啊，作为门外汉不可怕。我就这样跟你说吧，就目前你这个银元的状态，我差不多啊能给到你2万左右。2万好啊！我要5000能卖到2万，对，这绝对是精益中的精益。你就别等了，赶紧给我数钱吧。哎呀，兄弟，你这心咋那大嘞？本来你想卖5000，我这给你估到2万，你这不但不害怕，反而你还想把钱拿走。哎呀，兄弟，你这拿着别人的东西，你就不怕恁发小说你吗？最起码你卖恁发小的东西，恁发小要是了解你的情况的话，你给他打个电话，给他说说也中啊。这电话不能打啊！这打了今天我对象的手机都买不成了。哦，看来恁发小还是不愿意。说实话啊，兄弟啊，你这谈对象这个方法不行。我今天啊只能帮到你这儿了，银元我没法要，建议你啊赶紧给恁发小还回去。没钱对吧？可不能这样谈对象，害人害己。你不要，你看你啰嗦啥？我找其他人买去。好吧。